新婚当晚第一次见面，小娇妻的花容惊艳了大叔。这位大叔，注意你的言辞，要不是你爸逼我，我爸就算饿死也不会让我嫁给你的。你叫我什么？再给我叫一遍试试。原来唐暖暖是顾老爷亲自相中的儿媳妇，唐家的家业要背靠顾家集团才能栖息。顾老爷要来挑选儿媳，唐家只能交出唯一的女儿唐暖暖。唐暖暖很排斥商业联姻，第一次和顾老爷见面时，她故意换了东北非主流装扮，原以为只要够土就能让顾老爷子劝单，却没想到顾老爷子就好他这口。我看呐，8月15呢是个好日子，婚期呀就定在8月15了啊！之后才被通知的顾晨玉很抗拒顾老的决定，可他没办法拒绝，家里从来都是爸爸说了算，更何况顾老这次还用了他最在乎的女人的下落作为条件。结婚以后，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所有消息。你也还在查他？8月15是你的婚期，好好准备。为了帮爸爸稳固家业，唐暖暖只能牺牲自己，答应嫁给大自己10几岁的顾晨玉。即将成为人妻，唐暖暖很焦虑，然而她还没嫁入顾家，就先遇到顾家带来的锋芒。你好，我叫高柔儿，是顾晨玉的女朋友。你好，我叫唐暖暖，是顾晨玉的老婆。晨玉哥哥爱的人是我。果然人入豪门深似海，良知从此是路人。我这才刚刚迈进一步，老公的情人就找上门了。高小姐，你的意思是我是小三？小三？你配吗？你和他的婚礼也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。顾晨玉如果爱你，自然是不会娶我。高小姐，你也不必到我这儿耀武扬威。唐暖暖是个好胜的女孩，即便她还不爱顾晨玉，她也不愿输给高柔。可她不明白，顾晨玉既然有了女朋友，为什么还会答应和自己结婚？婚礼当天，唐暖暖硬着头皮和顾晨玉见面，谁料顾晨玉刚来，就先给唐暖暖一个下马威。卖女求荣，哼！别以为嫁入了顾家，你们家就可以高枕无忧、万事大吉了。要不是你爸逼我，我爸就算饿死也不会让我嫁给你的。毕竟你这年纪，和我爸走在街上都能称兄道弟了。伶牙俐齿，不讨喜。我本来就不想讨你的喜，反正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你，那我干嘛要热脸贴冷屁股的？那我倒要看看，要是你爸爸饿死，你会不会来贴我冷屁股？两人正闹着不可开交，顾老突然来检查作业，顾晨玉连忙拉着唐暖暖配合演戏，直到顾老满意离开，顾晨玉才放开唐暖暖，唐暖暖也才发现顾晨玉也是被逼婚的。不如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谁说我是被逼的？谈条件吧。第一，在我父母面前假装恩爱一点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第二，你不能对我有非分之想，我睡床，你打地铺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第三，还是不许对我有非分之想。你倒是给自己安排的妥妥当当。那我呢？我能得到什么呢？你能得到自由，绝对的人身自由。必要时候，我可以给你和你女朋友打掩护，我也可以让位。顾晨玉笑了，因为就连他都不知道自己有了女朋友。高柔儿竟还冒充他的女朋友，比他还先见了他的新婚妻子。唐暖暖后知后觉他赢了，因为高柔儿都是装的，他甚至还算不上是唐暖暖的对手。顾晨玉和唐暖暖结婚后，如愿从顾老那得到了所念之人的资料，谁料资料文档是空的，他又被亲爹坑了。顾晨玉积满一肚怒火即将爆发，高柔儿却突然假装醉酒走近他，他假借酒意靠近顾晨玉。守在你身边整整15年了，我以为不管怎么样跟你结婚的都会是我，为什么会是他？难道他比我年轻吗？醒醒酒就走吧。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你要是爱他的话，今天新婚夜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？如果你爱他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把他娶回这里，而是老宅？顾晨玉本来就很生气，还摊上闯入私宅耍酒疯的高柔，他已经很尽力压制住自己的怒火，安排人把他送走。然而吃瘪的高柔儿可不会善罢甘休，他在顾家的内应很快就对付上了唐暖暖。看着阿姨突然端来的洗手盆，唐暖暖一脸疑惑：小门小户教育出来的就是不低，这都不知道。就算不知道，电视总看过吧？不会连电视也看不起？人和我表妹蓉儿啊，差的不止10万8千。最后怎么就这么个货色？我选的，怎么了？
成这个家要由你来当吗？顾老很生气，高柔儿竟还趾高气扬地走进顾家的饭桌，当着顾老和唐暖暖的面问顾晨玉，还故意说自己和他在私宅度过了一夜。顾老气一听更气了，只有唐暖暖知道，这又是高柔儿的自导自演。恰好这时顾晨玉回来了。老公，这昨天晚上都和柔儿在一起了，怎么这一大早的不一起回来？这一前一后的是避什么呢？难不成怕柔儿在我们这儿被我们欺负？你们说什么呢？当然是说你呀，你的女朋友都找上门来了，我这个新媳妇儿不就得好好招待招待她，对不对呀，爸？你还有脸回来？今儿早上多亏是暖暖大度，管家送客。再次落败的高柔儿只能转身离开，唐暖暖却拦下了他，他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。要不我走吧，给你们俩腾地，你们好叙叙旧。唐暖暖，你放手，今天的事情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唐暖暖这玩法太上头，顾晨玉也忍不住要和他谈谈，唐暖暖却先责怪起顾晨玉。昨天你还和高柔儿撇清关系，晚上你们就睡在一起，你不想单一交易就直说，何必拐来拐去耍着人玩？我只是年纪小，我又不是傻子。吃醋了？我吃醋？大叔，你未免也太自恋了。你看你这个皱纹都能夹死苍蝇了，白给我都不要。暖暖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什么？又想亲我？谁怕谁？唐暖暖这个小娇妻太可爱，顾晨玉的万年冰心都快融化了。唐暖暖趁机向他提出婚姻交易的事，可顾晨玉没有答应他就走了，因为在顾晨玉心里，唐暖暖始终是奔着顾家的商业价值和他结婚。作为一个生意人，他不会轻易允诺唐暖暖任何东西。然而让他意外的是，他们结婚数周，唐暖暖乃至唐家人都没有提过任何关于利益的事，唐爸更是推掉了10几个项目合作。啊，我听说你连着拒绝了15家公司递上来的项目，是缺资金还是缺材料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。这15份合同不都是冲着你顾家的面子，人家想攀附你顾家，他我唐家就打个跳板而已。我要是答应了，那不成了卖女求荣了？所以呢，我没同意。这一来嘛，是想告诉所有人，我唐家不依靠我是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，不是我的我也不要。如果是二来嘛，倒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两家结亲不是想攀龙附凤，所以你呢，也要善待暖暖了。顾晨玉终于明白，唐爸从来都没有想借嫁女儿拉拢唐家，一切都是唐暖暖自担起了巩固家族事业的重任。他也渐渐对唐暖暖改观。顾晨玉刚想回家找唐暖暖谈谈，高柔儿就突然迎了上来。他决定先解决和高柔儿的问题。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我对你只有恩情。这么多年，如果说能在一起的话，咱们早在一起了。你也差不多到适婚的年纪了，如果遇到不错的，可以试着接触接触。晨玉哥哥，你知道我的情况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已婚人士了。你再经常来我家找我，对你、对我、对他都不好。他指的是唐暖暖吗？晨玉哥哥，你爱上他了，对不对？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看着和高柔儿单独出门的顾晨玉这么早回家，唐暖暖心里又惊又喜，忍不住走上前调侃他：大叔，你不会想要对我图谋不轨吧？收起你的少女心思吧，我对小屁孩不感兴趣。我对30几岁老男人才没有戏。唐暖暖，你说谁是老男人呢？这边的真夫妻感情渐渐升温，另一边被明拒的高柔儿正哭得梨花带雨。这顾大嫂一见自己的表妹哭得这么伤心，就认定她是受害者，跟着一起辱骂唐暖暖不安好心。高柔儿趁势加火挑拨她和唐暖暖之间的妯娌关系，顾大嫂就更加担心唐暖暖会抢走她在顾家的地位和捞到的钱。于是两个女人决定再次联手对付唐暖暖。顾大嫂第2天就开始对唐暖暖使坏，她当面踢翻了唐爸送来的礼物，紧接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侮辱唐爸，自己的爸爸被嘲讽。唐暖暖终于忍不住对大嫂动手，谁料这一幕正好被顾老爷看见，不知道真相的他当即要求唐暖暖给大嫂道歉。对不起。那我请问，大嫂何时向我爸道歉？既然顾家的祖训讲威礼，那请问大嫂何时遵守这套祖训？休想让我道歉，不可能。唐暖暖，你最好摆正自己在顾家的位置。我会好好摆正自己位置的，你看好了。啊！
这反了你！唐暖暖始终最爱家人，她一口气说完了真相，谁料大嫂还是不肯认错。见顾晨玉走来，更是不停数落他的妻子。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往我的人身上泼脏水，否则代价没人受得了。想当着我的面欺负我的人，岂不是打我的脸吗？大嫂，怎么，刚刚不是挺厉害的，到我这儿成哑巴了？那是他活该。明明是你先欺负暖暖的家人在先。晨玉，她是你大嫂。哼，大嫂，您老莫忘了，暖暖还是我的妻子。您是想让我为了大嫂去委屈我的妻子？那我顾晨玉岂不是太窝囊？晨玉，这件事情你全程在场，你心知到底谁对谁错？他对如何？他错又如何？难道大嫂还指望从我的口中听到我妻子的不是？见顾晨玉一心护妻，大嫂便又倚靠顾老帮惩罚唐暖暖。顾老顾及她是大儿媳，便形式上将唐暖暖先关进禁闭司过。可这前后管不到5分钟，顾晨玉就迫不及待赶来带走妻子，更是当着顾老的面表示要带唐暖暖离开老宅。暖暖是我的妻子，尊重她便是尊重我。如果说您觉得在家里看到她碍眼了，我带走便是。不是不想跟我住一个房间吗？收拾东西，今晚就离开。现在顾晨玉的突然变化让唐暖暖猝不及防，可他还是跟着他搬离了老宅。住进新家的第1晚，顾晨玉浑身酒气回到家，一走进唐暖暖就开始动手动脚，眼看唐暖暖这只小白兔就要被顾晨玉吃了。你大叔，你翻过去，你压到我手了，知不知道？翻过去？你占我便宜是不是？你把我手压断了，你哪儿了妈去！闭嘴！我就不闭嘴！你压的是我，你要是压死我了，你得偿命！你啊，我可能是第一个要被老公压死的女人。顾晨玉，顾晨玉。你故意的！离开家的第2天，顾晨玉又带唐暖暖回来了，因为他要迎接最疼爱的大侄子顾苏回家。望着顾苏的副面孔，唐暖暖愣住了，她连忙逃开顾苏的视线。此刻她只想尽快逃走，而当看到唐暖暖的正脸时，顾苏也愣住了。原来他们是从小到大一起上学的同桌，在唐暖暖的强实力打压下，顾苏多年来还都是他的小弟，俩人已经熟到摸透了对方。如今同在屋檐下，他们决定一起守住对方的秘密。说你跟谁在一起不好，为什么非得是我叔呢？你叔怎么了？唉，我跟你说，我小叔其实是个 gay。俩人刚聊完顾晨玉的笑话，顾晨玉本人随即就登场。看着侄子和妻子的关系如此紧密，顾晨玉的心里开始酸了。顾苏，从今以后要注意分寸。啊，她是你的婶婶，不是你的同桌。好嘞。顾苏刚答应着和唐暖暖保持距离，不一会儿就拉上她一起玩。看着唐暖暖给顾苏拍照时温柔的弄头发，顾晨玉又酸了。去把顾苏脑袋上那个鸡窝给我撬了。墨镜戴上，对。好，来，再来个前脚。哎，你干嘛？顾苏终究独自承受了所有，差点就一夜内从帅哥变老头。当晚就迫不及待找上唐暖暖诉苦，却意外发现顾晨玉和他分床睡。啊，唐暖暖，我以为原来你们还是原来什么？小卓，我错了，你轻点儿。唐暖暖，你别在这站着看着，还不过来帮我。我可打不过我老公。小卓，你轻点儿。哦。第2天，大嫂就追着顾苏满家打。原来他这好蛋儿不仅打碎了家里的古董，还偷走了他的项链去换钱。大嫂很生气，可她还是不忍心怪自己的孩子，便托付顾晨玉帮他教儿子，这也让他们继续留在老宅。原来这都是顾苏的计谋，他不想让唐暖暖这个好玩伴就这么被顾晨玉拐跑，于是借妈妈之手留下了所有人。值回房的顾晨玉正好听到这一切，他又酸了。我需要一个解释，理由说得过去，我就不教训你了。
小叔，我不想让你们搬出去住，在老宅住，你欺负唐暖暖，至少我还能保护她。你们要真搬出去住了，你霸王一上弓，他才真的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呢。我和你婶婶是正常的夫妻，发生什么再正常不过吧？我爸妈那样才叫正常的婚姻。你和唐暖暖婚姻，你自己又不知道你们不正常。再说了，就算现在我和你放在一起对比，唐暖暖选我都未必会选你。姑苏，你是哪儿来的自信，觉得小暖会选择你而不选择我？你觉得你的幼稚无聊会被小暖看在眼中？还是你觉得你贴几个假纹身贴，染一头黄毛，打几个耳洞就是帅了吗？没有我的话，你顾家阔少的名号是怎么来的？我不在，旁人谁又会给你半分薄面？同样的年纪，我已经是公司总裁了，而你呢，至今还在挥霍着我挣的钱。姜还是老的辣，一个财富自由就让顾晨玉拿捏了顾苏，无奈顾苏始终是朵温室花，即便背地里再喜欢唐暖暖，他也不敢再冲撞顾晨玉。顾苏的存在确实让顾晨玉有了危机感。教训完顾苏后，他就迫不及待想知道唐暖暖的心意。为了兑现承诺，唐暖暖隐瞒了顾苏是他小跟班的事，只说了他们在上学阶段的相处。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普通的朋友一起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，就让顾晨玉误认为唐暖暖和顾苏曾经谈过恋爱。这段时间，唐暖暖和顾苏的亲密相处，更是让他觉得俩人旧情复燃了。他开始犹豫自己要不要退出。他不知道，其实在和他的婚姻相处中，唐暖暖也对他动心了。顾晨玉顾虑太多，加班到很晚都没有回家，在家的唐暖暖很着急，于是他打给顾晨玉催促他回家。你现在已经是已婚人士了，你还在外面鬼混，我不等你了，我要锁门睡觉了。顾晨玉最终连夜赶回家，看着熟睡的小娇妻，他终于明确自己不会退出，他要和顾苏竞争到底。我小叔就是个变态，我不去。我钢铁男人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。小四少爷，这是二少爷的吩咐。不，一死不屈。狗咬你尾巴啦！一大早的吵什么呢？都怪你！小叔现在开始报复我了。原来顾晨玉特意给顾苏报了班学跳芭蕾舞，只为让她离唐暖暖远一点。顾晨玉可是金主爸爸，顾苏不敢拒绝他的要求，只能恳求唐暖暖帮他退课。唐暖暖知道这是大叔爱的占有欲，他满意的欢送顾苏去上课。果真霸总越爱，他的占有欲就越强。当看到唐暖暖又和顾苏闲聊时，他迅速上前将唐暖暖拉开，还命令唐暖暖扔了顾苏送的雪糕。买1箱冰淇淋过来。顾总，您需要什么口味？什么口味？所有口味。你为什么扔我的冰淇淋又要给我买新的呀？因为我看这根冰淇淋不顺眼，以后离顾苏能不能远一点？你是他婶婶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知道了还是他给你买的冰淇淋？谁是你老公？以后不许花其他男人的钱。这是给你的零花钱，不限额，不够再跟我要。要是让我再发现你花其他男人的钱，我饶不了你。唐暖暖正独享着大叔的宠爱，就又收到一个好消息，她通过了学校的转专业考试。当知道她之后又和顾苏一个班时，顾晨玉又酸了。顺利转专业的通知发布还不够半个小时，顾苏就赶来告诉唐暖暖，她的转专业申请被驳回了。这还是顾晨玉动用人脉进行干涉的，而他这样做只为避免唐暖暖和顾苏有过多的独处机会。知道真相的唐暖暖只觉得顾晨玉太幼稚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找顾晨玉理论呀。实在不行，我打断你！我转个专业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你管天管地还管到我身上了，你算哪门子监护人啊？你是我爹，你还是我妈呀？这么大的公司还不够你管，你现在来插手我的事儿，你神不神经？骂够了？没有，你不该骂吗？我就要骂！你是不是现在收养呀？我转商学院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我是动你人脉了还是花你钱了？我嫁给你，我连自己想要选的专业都不能学了吗？你要是这样的话，咱俩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如果你转专业真的是为了热爱，那我支持你。但如果你是为了顺理成章的和小苏谈恋爱呢，转专业事情，转校都是有可能。要是你再敢过分，我就带着你移民。我要是和顾苏谈恋爱，我还会嫁给你吗？你要是扯谎，你能不能找个像样点的借口啊？我扯谎？你和小苏看电影、逛街、喝奶茶、见父母，小苏都亲口承认你们有过一段感情。你认为顾苏是我的前男友？难道不是吗？所以你不让我去商学院，是为了怕我们旧情复燃？你们两个还会旧情复燃？旧情复燃那个头啊！旧情复燃，我们都没点，你怎么燃呀？你这个脑子是怎么管理这么大的集团的？顾苏是我的小跟班，我怎么会和自己的小弟谈恋爱呢？你气死我了！一切真相大白，顾晨玉终于解除了被侄子撬墙角的危机。他随后就让校方通过唐暖暖的转学申请。即便顾晨玉的行为偶尔让自己难受，但是唐暖暖还是选择原谅他。你笑什么？笑你胆子大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可是第一个
敢冲到我的办公室，在我的面前骂我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做错了。再说了，骂自己的老公又不犯法。然而转专业的事情才刚刚收尾，唐暖暖又遇上麻烦了。顾苏着急的连夜赶来报备，原来是大学校友自行组织了校花评比，唐暖暖以多3000票的优势位居榜首，这招来了第2名的妒忌。他故意在学校论坛上抹黑唐暖暖，顾晨玉可容不得自己的女人被欺负，于是叮嘱学校里的顾苏好好保护唐暖暖，校外也会派人在论坛上帮暖暖澄清。唐暖暖很快就被证明，他知道背后帮自己的人一定是顾晨玉。我看学校贴吧上有人放出了高倩冰的各种黑料，还把我小时候各个年龄段的照片都放了出来，证明我没有整容，还以他的名义放出了律师函，让那些骚扰我被人包养的事情，吓得立马都道了歉。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是我让手下的人去办的。真的是你啊？不是我还能有谁？你知道高倩冰是谁？不管他是谁，他能有顾太太的身份尊贵吗？那倒没有，不过他的堂姐是高柔儿，你的女朋友。我一个已婚男人，我要什么女朋友？我和他从来都没有任何关系，一切都是他自作多情而已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肯定都是站在你这边的。你是顾晨玉的老婆，有资格不讲理。顾晨玉随后带着唐暖暖喝夜茶，然而东西还没吃下，这次暗中陷害唐暖暖的高柔又来了，他居然还敢当着正室的面将顾晨玉约出去私聊。这一次唐暖暖终于可以用妻子的身份帮顾晨玉解围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可能是宝宝踢我了。我跟晨玉哥哥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。老公，你可不能背着我和宝宝去和别的女人私底下说话哟。好，我不去。宝宝，宝宝啊，在这儿呢，这是胃。唐暖暖，你上次打我表姐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呢。这第1巴掌是替我大嫂打的，因为你挑拨她和我之间的关系。这第2巴掌嘛，是替我自己打的，没有理由，我就想打，因为我老公说了，顾夫人可以不讲什么。晨玉哥哥，我守在你身边整整15年，难道都不能被你，不能被顾家认可吗？我和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，一切都只是你的幻想而已。你口中这15年，在我看来，只是我们认识了15年。你们家的恩情，顾家早已经还完了。要是你还是纠缠不放，继续对我们家不敬的话，就别怪我对你们家不客气。看着如愿相恋相爱的小两口，顾老很开心，他的特意撮合终于让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顾老趁机催促他们尽快要个娃。顾晨玉听后也问向唐暖暖，唐暖暖见状害羞地跑开了。唐暖暖很向往和心爱的人有爱情的结晶，可她不想和顾晨玉太快进入当父母的阶段，她还想再享受俩人世界的美好。老公，我们谈恋爱吧。都结婚了，还要谈恋爱？我没有谈过恋爱嘛，你不觉得很浪漫吗？我想要和你谈一场甜甜的恋爱，等到合适的时候，我再给你生小老虎。而且，你和我谈恋爱还能更好的了解我。如果我直接给你生孩子的话，那到时候万一我俩分开了，我还是你孩子的母亲，这样不好。不好，非要谈恋爱啊？我想谈恋爱，我想和我的男朋友一起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一起旅游，还有去玩好多好玩的东西。那咱们现在就开始。现在就开始。对于和小娇妻的恋爱，顾晨玉格外重视。在去接唐暖暖放学前，还特意向司机讨教小女生喜欢的恋爱活动。然而顾晨玉出发去学校的路上就遇上意外，他居然拦下了一个陌生女孩，只因他和自己梦中的人很相像。然而女孩并不认识他。女孩走后，唐暖暖紧随而来，可顾晨玉此时全部心思都在那个女孩身上，面对面时都在着急询问女孩的名字，甚至直接抛下唐暖暖就跟上前追赶。顾晨玉最终都没能追上女孩。然而他先回家找的不是唐暖暖，而是他爸。原来一直在顾晨玉心里占据重要地位的女孩，是他丢失已久的亲妹妹。而他今天之所以追赶女孩，正是因为他觉得女孩和他的妹妹长相极为相似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个女孩手上有和他妹妹小时候一模一样的疤痕。顾老却劝顾晨玉放下，他知道他的女儿默默早在多年前被绑走后已经遇害了，奈何拗不过顾晨玉的执着，他始终坚信默默还活着，他要再去找她。另一边，唐暖暖并没有因为被抛下而生气，相反，当他知道顾晨玉15年来都坚持找失踪的妹妹时，他更是鼓励他要继续找。
他已经成了你的精神支柱了吧？就好比浩瀚无垠的大海上，远方的一座灯塔，只要是灯还亮着，船就有了航行的方向。如果灯灭了，那就像困在大海里，被迷雾围绕，终究会困死在里。老公，我支持你找下去，老天爷是有眼睛的。他看到你这么努力的份上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当顾晨玉聊到今天偶遇的女孩和妹妹默默很相似时，唐暖暖也突然记起那个女孩是自己的同学。更巧的是，女孩的小名也叫默默，这让顾晨玉更坚信女孩就是自己的亲妹妹。唐暖暖不希望顾晨玉抱有太大的希望，到最后收到的是更大的失落感，因为默默的祖籍并非本地，而她本身就有了很好的家人，但她还是支持顾晨玉去核实，不留遗憾。第二天顾晨玉来接放学时，唐暖暖更是特意把默默带去见他，可三人还没有寒暄几句，默默的哥哥就赶来要把他接走。为了了却顾晨玉多年来的心愿，唐暖暖特地回家找顾老要顾晨玉妹妹的童年照。当向顾老细问起默默时，唐暖暖才知道当年顾家因为一些外部的纠纷，害年幼的顾晨玉和顾默默被绑走。顾老的大儿子也在寻找弟弟妹妹的过程中遇害离世，最终只有顾晨玉回到了家。顾晨玉回来后一直活在愧疚里，他总觉得是自己没有保护好妹妹。顾老希望唐暖暖劝顾晨玉放下，毕竟这么多年来了无音讯，他觉得默默已经不在人世。我不会劝他放弃的，只要是他想要坚持做的事情，我都会义无反顾地陪在他身边。一个人寻找是很孤独，但有我陪着，他就不会疯，哪怕是找一辈子也没有关系。如果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呢？那也没有关系，就当是我们的信念。唐暖暖转头就去到默默家，同样要求看她的童年照。唐暖暖特地比对她和顾晨玉妹妹的照片，可惜她们并不像。然而奇怪的是，相册里并没有她6岁1整年的童年照。唐暖暖好奇追问原因，默默便照着相册给她分享以前的事。然而当默默的哥哥苏凛然看到唐暖暖在看默默的童年照时，激动地上前抢走，他似乎有刻意隐瞒的东西。唐暖暖一到家就把比对的结果告诉顾晨玉，谁料顾晨玉依旧相信默默是他的妹妹。原来顾晨玉早就做了亲子鉴定，证实默默就是他的妹妹。真的苏家女儿已经不在了，苏爸苏妈每年都会在中元节的时候去祭拜，唐暖暖却希望先不要打扰默默原本的生活，直到一切得到确认后再行动。可顾晨玉这个妹控还是会忍不住想妹妹，当老婆奴的同时也不忘妹妹，让助理给他们准备一样的礼物。如果是送给太太，顺便帮苏小姐带一份，或者说帮苏小姐准备，顺便帮太太买了一份，有什么分别呢？如果是前者，礼物一为珍贵，二为廉价，送一份礼物给太太，太太会非常开心。如果送2份一模一样的给2个人，那太太的开心就会减半。你是说，我送礼物给暖暖，她反倒会不开心？任何女子都希望丈夫心目中的自己是独一无二的。一言惊醒梦中人，顾晨玉才知道自己在宠妹妹时会忽略暖暖。可唐暖暖不是一般人，她的胸怀大到可以装下全世界，她当然不会介意顾晨玉爱妹妹。我作为老婆肯定是有一点介意的，但是我理解你，所以就算我介意，但我不会生气。我们俩的感情好不容易正常一点了，才不想跟你吵架闹脾气。暖暖，是老公错了，但是以后咱们心里有怨气，能不能别憋着说出来啊？我这也是第一次当老公，自然有很多我自己注意不到的地方。要是你都不告诉我，那就真的没人敢告诉我了。夫妻俩饭后回家，苏凛然却突然上前给他们跪下了。原来他知道了默默就是顾晨玉的亲妹妹，他这一跪只是希望顾晨玉不要抢走默默，甚至甘愿用整个苏家产业来换，只因默默是苏爸苏妈如今活下去的唯一动力。你把小莫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，我老公也是一样，我们顾家人都在等他。苏大哥，小莫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他有权利知道一切，所有的选择权都应该给他。如果你们真的爱他，就应该尊重他的决定，你也不要再逼我老公。顾老知道默默还活着的时候一脸惊讶，因为当年所有的调查结果都告诉他顾默默已经死了，他甚至看到了尸体，之后才不得不到警局销案。
这么一看，当年一定隐藏着大阴谋。唐暖暖决定陪顾晨玉一起查出当年的真相。她先找上了默默，默默虽然不舍得苏家，但是还是接受了自己是顾家的孩子。当问到当年被绑走后的记忆时，默默只隐约记得当年和哥哥分开后，自己被一个人丢进海里，而那个人手里有一个奇怪的纹身，但是他怎么也想不起纹身是什么。另一边，顾老和顾晨玉来到高家，原来当年把顾晨玉送回家的人正是高柔的父亲。多年来，他都以顾晨玉救命恩人的头衔从顾家捞进好处。顾老父子这次来，正是要追问当年高柔的爸爸，当年他所坚称的顾默默的尸体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我们顾家都找不到，你们高家就可以找到？听说是在草丛里。陈宇，你相信我，我爸绝对没有害你妹妹。我有说是你父亲害死我的妹妹吗？默默根本就不死。不可能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我爸当时跟我说，是他把那孩子送到警局里，后面是法医鉴定的结果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眼看从高家问不到任何结果，顾晨玉便决定让顾苏利用和高家的表亲关系，走进查明默默当年失踪的真相。他甚至怀疑高家只是帮凶，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，于是便让顾苏从高家的产业链开始调查。谁料这顾苏才查没多久就被高家人扣下了。小苏，放心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陈宇，我爸好歹是你的救命恩人，这俗话说滴水之恩尽当涌泉相报。但你侄子呢，却跑到我公司来闹事，还吓跑了我的顾客，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做得太绝了呢？那你让我听听看，我侄子是怎么扰乱你做生意？不是特别大的事儿，就是分尸了好几个工人。唐暖暖，要不你把我也扣下？唐暖暖，你这副嘴脸，你不怕陈玉哥哥看着觉得恶心吗？真不巧。我家程玉就喜欢我这样的，并且爱得无法自拔。他不仅喜欢我这副嘴脸，还喜欢我的嚣张跋扈，打人不手软。唐小姐，要不然你站好了，再让我扇2巴掌。高柔儿刚想动手，就被顾晨玉拦下。就在他还想继续挑拨离间时，他的麻烦来了。原来为了惩罚他私自扣留顾苏，顾晨玉直接停止了顾家和高家的商业合作，这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挖空了高家的商业江山。陈玉，你这是把我们家往绝路上逼吗？我爸当年救了你的命，难道这15年的恩情就抵消了吗？狗当久了，主人也会看顺眼。你说要是狗有一天饿死了，主人会出手帮助吗？回家的路上，顾晨玉追问顾苏被绑的经历时，他只是一句话含糊带过，丝毫不提任何细节，这让顾晨玉有了新的怀疑。他连忙派人调查顾苏近些年的踪迹，很快狐狸就露出了尾巴。高柔的计谋失败后，就迫不及待跟他的军师报备，原来这一切的幕后指使是顾大嫂。这刚被顾晨玉骂完，高柔第二天又厚着脸皮继续参加顾老的生日会，是顾大嫂给了他勇气，让他坚信还有机会和顾晨玉在一起。一见唐暖暖就不停嘲讽他的家境和出身，穿得再华丽又怎么样，还是遮不住你身上那股穷酸味，跟你那卖女求荣的爹一样。我告诉你，这野鸡终究是野鸡。唐暖暖一通发泄后，连忙跑向顾晨玉，见自己的妻子被欺负，顾晨玉更坚定要从高家撤资，并且永远断绝商业往来。跟在你后面整整15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是恩人还是仇人另当别论，但是你再敢盯着我男人，我就把你眼睛挖出来。表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废，你个男人都搞不定。很快，唐暖暖就发现了顾家、大嫂和高家的联系。原来多年前，顾家一直都是大嫂娘家的商业劲敌。顾老当年为逼大嫂嫁给自己的大儿子，甚至不惜让大嫂家一夜破产。反而这大嫂娘家产业刚倒下不久，她的表亲高家反而起来了。这其中的仇恨关系不言而喻。大嫂极有可能是利用高家，策划了当年顾晨玉兄妹的绑架案。然而大嫂到底利用了多大的能力拉拢住高家？唐暖暖始终都想不明白。但她的发现给了顾晨玉新的调查方向。这一细查困难就出现了。最先遇到麻烦的是苏家，苏家的产业业内受到重创，因为他们让默默活下来了。唐暖暖怀疑这和当年陷害顾家的人有关联。当他准备前往苏家调查时，他看到长宅家里的大嫂出门了。就在他准备走上前询问情况时，他收到了默默的电话。默默终于记起当年绑走他后，把他丢进海里的人就是大嫂。然而唐暖暖还没来得及追问，就被高柔儿迷晕了。高柔儿把唐暖暖绑到一个废弃房里，他要慢慢算清他得不到但唐暖暖得到的东西。我追了陈玉哥哥整整15年，你一出现，他都没有正眼瞧过我。
你说我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是要花你这张狐媚脸，我倒要看看还会不会这么喜欢我。柔儿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先把刀放下来，咱们有什么事慢慢说，好不好？顾晨玉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。顾晨玉，小心！另一边，在大嫂也在顾家使坏，她谎称唐暖暖在医院孕检，要带顾老前去看。顾老一心想抱孙子，便毫不犹豫跟着她一起出门。顾老不知不觉就被顾大嫂骗进废弃房里，而唐暖暖夫妻俩早已被捆绑在一起。让顾老感到意外的是，顾苏静也是其中的策划者，她要替死去的爸爸报仇。她认为当年爸爸救人后遇害，是被顾晨玉陷害，可实际上这都是顾大嫂骗她的。这些陈年破事儿，我这个老家伙是准备带进棺材。今儿看来，我是不得不说了。你是不是一直认为你们当年魏家破产是因为顾家强娶你而造成的？之所以你们魏家破产，实是另有其人。怎么可能？高家的长子高树，因为不满你父亲答应把你嫁给我们顾家，他偷偷的拿了资料去举报。如果不是我们顾家从中周旋，你以为你父亲这么快就能出狱？高树为了我，他抑郁自杀了。当年你为了不让你父亲坐牢，你指使高树绑架了暖暖和陈玉。顾家的大公子不想看着你一错再错，亲自去劝你，劝说无果，只能亲自去营救。后来丧了性命，是我的手法太过于强硬，但是你父亲为什么非要你嫁给我们顾家？难道你心里没有一点数？跟自己的表哥苟且，还怀上了孽种。爷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孽种是我？真相败露后，顾大嫂彻底发疯，她到处淋汽油，要掩盖自己的恶行。顾晨玉趁机解开了唐暖暖的绳索，让她先带着自己的老父亲离开，他则留在原地劝大嫂回头。谁料大嫂已经被盲目的仇恨蒙蔽双眼，完全无法自拔。就在她要和顾晨玉同归于尽时，唐暖暖及时赶来阻止，而苏凛然也及时带警察赶来。大嫂终究得到了她该有的惩罚。唐暖暖和顾晨玉共患难后，俩人的情感也愈加坚固。然而让他们更开心的是，唐暖暖怀孕了。她迫不及待要签署唐暖暖的孕检报告单。当她要找笔签名的时候，一个男人突然来找唐暖暖，原来他是唐暖暖刚毕业回国的弟弟。这小子似乎不太看好姐姐和顾晨玉的婚姻。在工作中，我姐帮不了你；在生活上，我姐也不会操持家务。我们两家可以说是门不当户不对。你或许现在觉得我姐年轻，长得好看，但是等她老了呢，你或许就不喜欢她了。顾总，我没有讽刺你的意思啊，我也不是在贬低我姐，我只是把我内心想说的话说给你听，我相信你能懂我意思吧。我是个成功人士，事业上我不需要他的帮助，家庭中我也不需要他去持家。有了孩子对我来说就是恩赐，即使他不会照顾。还有我呢，我来。婚姻大家讲究的是一个平等，但是对我来说，遇到暖暖，就算是不平等，我也乐意。我可能无法永远让他保持年轻貌美，但是我可以保证让他每日心情愉悦。脾气差爱闯祸，但是他不闯无名祸。对我他很好，他只是对旁人差而已。他的好啊，可能拿眼睛看不出来，但是这一个，等他老了，你不喜欢他了，他就会成为你的弃妇，到时候我姐可就什么都没有。所有的担心都来自于对未来的恐惧，你的担心不会发生的。暖暖在我这里已经拿走了近半的股份，即便未来我们真的过不下去离了婚，他也可以从我这里拿走近1000亿的资产。就算你还是担心的话，可以等等看，若有一日他真的从我这儿失去了自我，你随时可以把他带走。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。顾晨玉的真诚稳住了唐暖暖的家人，更稳住了唐暖暖的心。当他们再次去医院孕检时，顾苏突然约见了唐暖暖。你会嫌弃我吗？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啊？嫌弃我是个孽种。顾苏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？暖暖，谢谢你。小苏，你永远是我的小弟，也永远是我的大侄子。暖暖，如果没有小叔的话，你还会老公，
你再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好了。啊，你默默等我一下。小四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快去找我小叔吧。当初那个浪荡不羁的唐暖暖被送进了手术台，经历疼痛的洗礼后，她获得了最珍贵的礼物，而她也拥有了最伟大的身份——妈妈。真丑，确实丑。放错了，这还差不多。起名字了吗？老公，你先来说说你起的大名吧。老婆，这孩子名字多重要啊，我有点拿不住。你起的乳名呢？傻瓜，大老虎的儿子，当然是小老虎啦。